爱和喜欢有什么不同？喜欢一朵花，你会把它摘下来；爱上一朵花，你会为它天天浇水。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淑女养成记。如何找到爱，是许多人一辈子的追求。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所提到的爱的8个法则。苏打绿说，独处的时候夜特别容易黑，心容易崩溃。可是独处会让我们更了解自己，清楚自己是谁。来自神经学家的研究表示，照顾者的节奏会让婴儿不自觉跟随。当与在乎的人在一起时，人类的呼吸与心跳会变得跟对方同步。所以只有当自己与自己相处时，才能找到自己的节奏。每当独处时，我们需要处理的资讯会变得更加简单，听不到讨好动人的语言，看不见漂亮帅气的皮囊。独处会让我们在感官与明之间找到思考的空档。要如何练习独处？首先从观察独处做起。一个人去演唱会有点心慌，但一个人去看电影却觉得很爽。你可能发现自己不是想被陪伴与被照顾，只是害怕别人窃窃私语，还有看你的眼光有毒。第二步是安排独处，去规划不曾或很少独自进行的活动，并试着让独处变得乐在其中。找到让自己安在的独处模式，是爱的第1个法则。我们呈现自己的方式，是在告知世界我想要被怎样对待。如果颜值是你的招牌，可能是在告诉周遭，请重视我的外在。若是展示经济和钱财，也许是希望获得掌声与崇拜大过于爱。我们有时候很难改变习惯，因为受到了来自父母、媒体与初恋经验3方面的影响。我们被爱过的经历也会呼应我们爱人与接受爱的途径。父母的情绪勒索让孩童时期的我们学到罪恶感如何制造，所以我们长大后以为要获得关注与爱，就必须制造他人的罪恶感。父母用强势的关心表达爱，我们长大后遇到不善言辞的对象，我们会以为自己不被爱，但那只是对方透过小时候学到的爱，用自己的方式来给出爱。我们最喜欢的爱情电影，有时候也在传递出某一种爱的主观。电影告诉我们，爱是拯救和牺牲。记得把最后一块木板留给伴侣，并把握时间说些情话，而不是去想办法让2个人都活下来。人们的第一次恋爱，大脑发育并不成熟。专家研究指出，人类要到25岁以后，大脑前额叶才会发展完全。前额叶皮质的完整会帮助我们汲取教训，学会深思熟虑。所以25岁以前的爱情通常是情感推进，而非理智主导。我们在这些父母、媒体和初恋的影响里成长，再用同一套模式爱人与被爱。只有先辨别出业力的教训，给年少的自己一个拥抱，才能跳脱不断的循环。这是爱的第2个法则。挑选对象时，要相似好还是互补好？这个问题永远让人烧脑。我们害怕自己不被选择，所以投其所好，刻意演绎出对方渴望的特质，或是佯装成另一种样子。但这本书告诉我们，在接受爱之前，我们需要先定义爱。首先是每次与对方互动，需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和恰如其分的自我揭露，这样能帮助我们确认以下3个重要的元素：个性、价值观、目标。如果对方是直来直往的个性，自己有谨小慎微的拘谨，那么诚实的自我揭露能够让我们进一步去体验自己与每一种个性特质的相容度和喜欢程度，以及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如果你看见大海感到赞叹，能不能接受对方怕水的不安？如果你爱的舞台剧换成了对方想要的米其林，你能不能也品尝到好心情？最后是确认能不能支持彼此的目标。小王子的作者安东尼·圣修伯里曾说过，爱不是彼此互望，而是共同看向同一个方向。选择对象要相似好还是互补好？我想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答案。爱不是一面互相凝视的镜子，用来证明和我自己一样的人值得被爱。所以挑选伴侣时，互补或相似不是最重要的事，重点在于2个人的双眼看向了哪里。爱是一副看向远方的望远镜，
能够看见彼此想去的目的地，并支持对方一路前行，支持伴侣的梦想，帮助他成为他想成为的人。爱是为对方牺牲吗？在关系中把自己摆在第一位是自私的吗？爱因斯坦说，人如果要活得幸福，要把人生托付给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人或某件东西。在印度教思想中有一个词汇叫做法，所谓的法就像是我们内在有一个锚定的核心，这个核心是将自己的天分、兴趣和世界的需求做结合，也是一个人的热忱所在。而人生会如何运作，包含如何获取金钱，如何跟人互动，都会以这个定点为优先起点，而不断向外扩散。而在一段爱里会同时存在3种关系，第一个是2个人之间的关系，第2个是自己与目标的关系，第3个是对方与他的目标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彼此的关系出了问题，但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人有了目标，但另一个人失去或没找到目标，所以当一个人往自己的目标迈进时，另一个人却感到被抛弃。而伴侣的这个词汇在字面上的意义是陪伴你走一段路的人，脚下的步伐该如何前进，能够决定的其实只有自己。亲密伴侣有时更像是一种师徒关系，我们经常和伴侣约定要一起变老，却忘了一起成长的重要性。一段好的关系不是让我们待在原地紧紧相依，而是为彼此生命带来原本没有的东西。一个人需要对认识自己有兴趣，才有可能想认识别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并没有想多了解伴侣，那可能代表你目前只是自己的学生，也许要从最初的独处练习开始，因为你还没准备好和对方一起学习。而每一段散去的关系里面都有着自己与他人的课题。争执有3种，无谓的争执，目的是为了宣泄情绪，争论里有着冲动与无知。义气的争执是为了输赢而吵，带着逼对方认错的坚持。有效的争执是知道为什么而吵，想找到克服2人之间障碍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减少无谓和义气之争，将所有的冲突都化为有效的争执，才有可能把爱深化，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研究显示，当2个人聊着批判或负面话题时，会产生低度的能量激荡；当彼此讨论中性日常的事件时，2个人之间会产生中度的能量激荡；当2个人一起体验新事物，向彼此学习时，2人之间会产生高度的能量激荡。研究也告诉我们，当一对伴侣选择互相帮助或一起帮助他人时，他们的信念与使命会产生连结，使2个人一起感动，一起感恩，同时也会提升体内的催产素指数，而催产素就是亲密感的来源。作者也提到，爱就是去承认你现在认为对方身上的问题，其实里面有一开始吸引你去踏入关系的特质。爱就是去欣赏并尊重对方本来的样貌。回到影片一开始说的，如何找到爱，在印度教里有一个词汇叫做摩耶，中文的意思是幻象。爱的其中一个幻象是，我们总以为通往爱只有一道入口，有一天我们会找到那个带着命定钥匙的人。在这本书里提到了吠陀思想里面的爱的定义。作者说，爱不是一条单一的直线，而是无数条从自己为起点的点对点连结。爱是一种小我的延伸，也是一个涵盖越来越广的现象界。爱的本质就是一种与他人共振接触的体验。爱需要被寻找吗？爱需要被得到吗？其实爱说的只是一种感受，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愿意从独处开始跟自己的感受相连，也等于做出与他人连结的准备，走在拥有爱的道路上。最后来到我的结语时间。这本书的作者是杰谢蒂，在这本《爱的8法则》里用了许多吠陀经的理论来讲述爱，书中还提供许多爱的练习题。我个人觉得这本书很易读，也有很值得探讨的哲理，
很推荐大家去看看这本书。在我的体悟里，我认为爱是一道钟摆，当然这个爱不是只有指爱情，也可以延伸为任何人际关系的维系，或者是自我成长。我们总在第一次去爱的时候走向一个极端，当我们离开这段关系的时候，希望下次自己不要再犯错，但通常会矫枉过正，就像是钟摆一样，再次荡向另外一个极端，然后经历下一次的失误。我们可能总是在苦恼，要怎么样才能别再犯错，终止失误。但世界不会给你一个制式的答案，时间是不会停止的，所以爱也并不是固着在某个定点上避免犯错。我们所能够掌握的是，在时间的推进中，学习像是钟摆一样，透过不断去爱，不断犯错，不断修正，然后更趋近正确的位置。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阿令，淑女养成记，我们下次再一起分享好书哦。